茶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花季少女惨遭毒手，网友用言论导致罗老师自杀。8点钟结的，我也在里头带了节奏，栽赃到他身上。我们都是凶手啊！这个变态！抓了！你把小闹杀的？提出一个大胆假设，甚至觉得小庆可能没死，是挺大胆的。凌晨2点半，你去腾中街那屋干嘛去了？聊啥了？我就聊这事儿啊。然后我是在前一天中午下班回房间的时候，看见这个门口有一张纸条，纸条上说知道我秘密，那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知道我这个整个过程啊，我就特别害怕，怕他说出去嘛，就还是想跟他聊一聊，然后就去到那儿了，通过那个门缝的那个。玻璃那个缝缝看到了他的脚，对，看见了他脚。就你去的时候，他外面门没锁，对吧？没锁。有纸牌吗？没有纸牌。什么纸牌？肯定没有纸牌。你们聊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没聊。他跟我跟他说我来了，他就说，你回去吧。然后说他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试探我。我就还是在苦苦哀求了，我说哥没事，我说我有时间，我说，然后他就说，没事，你回去吧，明儿再来，啊，他就声音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会儿变声器可能已经有，是另外一个人。对，就是之前跟咱说话的确实是腾中介。就是他没有提任何你当年这个把你女朋友3年前的秘密都没说这些事吗？他没问过，就他可能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他都不知道约了人，他不知道这个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杀掉腾中介的人不知道凯之前干过什么事儿，他不知道死的是那个小闹，啊，他就没想到你会来，对吧？因为他不知道凯的这个故事。所以那就是他前面一共约3个人嘛，他前面那2个最可疑嘛。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怎么进来的？你该换密码了。对，刚来吧，就门锁没换。你为什么都没换密码？你的密码是他爸爸生日啊，我没有那个管理员的那个密码，我不知道。等一下，兄弟，平心而论，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你有没有什么还想需要跟我说的？平心而论，你有事吗？掏的心窝子，对，主动想交代。哎，那个是你写的吗？请问？啊，对，这个是你写的吗？这张照片是你的吗，小凯？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是你拍的照片。你在调查这个叫右见你的组织，你也知道右见你？就是他们说这有一个什么神奇的传说，说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也还在调查嘛。行，今晚有没有事？没有事，在703了。那你们去其他房间是吧？那3年前的事儿，先帮我保密。不可能，那不行，那不存在。虽然咱俩一辈子兄弟，但是这事儿啊，做错事了还是得对承担结果。小凯，你3年前做的这个事情，你可是犯法的，你知道吗？虽然过是杀了人，那你是杀人，你要去自首。放心吧，我会去自首的。这3年我也很愧疚。那我们就去703看一下吧，剩下那个房间。一辈子兄弟，等我出来，一辈子，咱俩还一辈子兄弟。好，等你出来。咋的？你俩还要一块去犯案呀？还是咋的？你说。走吧，那我们去703吧。走。
哦，这就是703。来吧，开门吧。来吧，这是你的老家，就很有钱那个。就他被人收养那个家吗？哇哦，这里边会富丽堂皇的吧？哦，哇，你家也太高级了，这么高级呀！哇，这已经不是我家了，我已经搬出去了。你曾经的家也太高级了吧？哇，这不就是那个吗？朝阳光，你喜欢彤彤吗？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他身上的物品。你的耳环好可爱。哇，你好吓人啊！我给你，我都给你。那个变态。我们先看看房间，先看房间吗？这个吗？这第一个房间啊。这谁的房间？这是曹爸爸的房间。哇！怎么地上这么多脚印儿啊？啊？你看，有一双鞋，这鞋底下全有白色的那个灰。这脚印儿去哪儿了？哎，这什么呀这？啥呀？那边也有一个丝巾。曹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披肩？他没老婆吗？曹妈妈去世了吧？这个东西哦，就是我知道你3年前的。这是1点半的那个人吗？ 1点半，他约了曹爸爸。爸爸被约谈了。哎，要不我们去隔壁再看看，如果这边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好这就是曹阳光的房间。你们还记得曹阳光喜欢女人的东西吗？哦，真的，你看，全都是女装。好多呀！他有好多钻戒啊，怎么会这么多啊？这么多。一会儿拿一个走。这里有个纸条，有纸条。我知道你3年前的大秘密。哦，他是12点半。 12点半来205详谈。来吧，来吧，这对上号了。这不是，这人这不是静儿吗？啊？哎，为什么他们会有合影啊？你们看我脑门绿吗？你们看我绿吗？闪到我了，这个光。用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他那个真没死，有秘密。真。曹阳光。哦，该说不说，真的很变态，这里好多丝袜。所以有没有可能这里住的是个女星？所以有没有可能这里住的是个女星？好多丝袜。这不是静儿吗？有没有可能静静一直跟他同居？静静没死的话，那她去哪儿？为什么要躲着？要不我们去外面看看？这个柜子有。什么事儿？
这里有人，他在挠墙，是因为囚禁在里面。哦，对。但我看见好像是个女生的手哎。静静，静静，弟弟被关在这儿。静静，静静是你吗？我来了，静儿，静儿，你的前男友来了。来，我来了。下面是不是能钻进去啊？不是，他那个柜子，这个箱子是个机关，箱子能移吗？这箱子能动。哦，动了。别过，我静静。别过来！哎，你们等一下，感觉静静她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么漂亮，你女生，对，你是你安慰他。她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些？对，害怕。别碰我！啊，好了，没事了，不碰你，没关系了。我把这个给你推过去。哦，没关系了。啊，是有人把你扎在这儿吗？救我出去！可以出去了，你看现在门开了，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了。哦，没关系。啊，好了。啊，好了。这不是推师大学。为什么都扯破了？哦，这里也有餐盘，就是吃的也在这儿，那相当于他就住在这儿。对啊，为什么还一地的玫瑰花呀？就是那种像一个小仙女一样，就是那种的对她的爱嘛。有人给她囚禁在这里，你先别动，等一会儿。这个不是咱上外边让他冷静，好吧？你俩单聊，你俩先单聊，好好安抚一下他。好，走，我们走。好了，求你了，你马上可以出去了。哦，没关系。好了。哎，喂，你好，医务室吗？对，能来一下那个703吗？对，这边有一个人身体不太好。你们，救我！不是，你拿个外套，拿个席。这样的衣服行不行？够厚吗？这个找个丝巾，丝巾在这，这个是不是？是。我给他拿过去试一下。这个，你去吧。对。拿这个。好了，你给我扔给我去。那个，我拖鞋放这儿，你拿一下。好，你先披件衣服，手好凉啊。好的，好，你披上点。你现在超安全。你是被关了很久吗？你是害怕男的吗？哎，好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没关系，马上就好了。看个线索呗。那谁？好，来这儿。look，来，
看一下这个本儿，念一下第一个。啊，今天又是快乐的周二。自从娄老师答应每周二帮我补课，觉得自己真是进步神速，给娄老师点赞，给努力的自己点赞。7月16日，这是上了几次课？又是第2个周二。今天我提前到了娄老师家，却意外看到了娄老师穿女装的样子，吓了我一大跳，连忙跑走了。我把娄老师的秘密告诉了郭郭，他安慰我说不用担心，会一直保护我。是告诉了你。对，就那天嘛。7月23，不是这儿。遇到好可怕的事情，我在小树林被人抢了东西。虽然抢我的3个人没有伤害我，但我也被吓坏了。如果蝈蝈今天也在就好了，肯定会保护好我的。约我的同学家就在附近，我就直接去了他家。他看我被吓得够呛，爸妈的电话又打不通，就留在他家休息一晚。7月30号，他在谁家呀？他在小静。上次在我家排练的时候，有一段旋律没排明白，你们就走了。我回去想了很久，才找到了错误的地方。明天就要汇报演出了，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我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我在家等你们。他把小静骗来了。陶阳光。然后我被关在一个房子里了，他是一个变态。他说这里是最安全的，没有坏人可以伤害我。他好可怕呀！为什么我求救都没有人能听见？为什么蝈蝈？为什么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找我？7月31日。都多少年？囚禁3年了。然后画了一个哭泣的自己，就很多眼泪。眼泪吗？嗯。为什么没有人？全是眼泪，来救我！来救我！我被抛弃在这里。我被抛弃在，哇，哭，每天都在哭。什么时候可以放过我？想象那个人会不会回来？回来摁倒。先打一顿，就臭揍他一顿，直接恶揍一顿，变态，骂他。没有窗，气得我已经看不过去了。他被囚禁了，难怪没有人找小静，因为以为他死了。对，这个太变态了。确实，你搁谁跟这儿关3年，关3年，关3年，我精神都崩溃了，我我都不会说话了。等会儿还有一个问题，曹阳光这件事情被真真也发现过，他不是透露过曹阳光一个就跟那儿，对不对？高跟鞋的那个视频，他不说了吗？那天我还有个大秘密，如果让他知道我那个真正的秘密，那就一切都完了。不是，我们就想知道真正的秘密是什么。秘密说出来了，还能叫秘密吗？然后你还记得郭包佑吗？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所以你就变得超安全了。我们现在去医务室好不好？去医务室就可以出去了。好，来，他可以，他出来了。他出来了。小心啊！可以。 OK， 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小心，别害怕。就是医务室的人等会儿应该过来，要不你们先出门。好，在门口等一下。好。我送你俩。哦 ，no， 不用。你还记得这吗？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安全了？谢谢你。没事。没关系。下班呀。我来接他，安抚他的事。没事。知道了。哦，好吓人！你知道我刚刚2个人跟他坐在这儿，我可害怕了。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把你关在这种地方，真的很吓人。我们看看这花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会不会？这塑料布是什么意思呀？隔音嘛，对吧？哦。他的哭声可能会通过这个楼道传出去。管道。哦，我们楼里的女人哭声。怎么有女人在哭？这11号公寓
一直奇奇怪怪的，我半夜总能听见有女人的哭声。我一身鸡皮疙瘩。哇，这个好难受呀！可可，你家也听着过是吧？谁杀的呢？有可能是曹阳光，也有可能是他爸替他儿子去解决的，都是有可能的。那跟滕中介有什么关系呢？滕中介应该知道他3年前的秘密吧？那他爸爸是包庇他吗？有可能的，因为今天滕中介约的其实有曹阳光和曹爸爸，那这两个人的杀人动机就非常成立。他们两个如果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话，那他们两个同时有同样杀掉滕中介的逻辑，那今天他们两个可以合手作案。对。走吧，我们去外面讨论。我们6个加上这2个父子嘛，对，一共我们8个人不知道这个小凯的事儿。曹阳光他是不是知道？他不是跟着小静吗？跟着等一下那个人会不会回来？回来摁倒，直接恶揍一顿，受不了，暴脾气。我已经看不过去了。谁动手了吧？俩人怎么了？咋的啦？身份证你？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的？谁让你们进来的？谁让你们进到我家来的？你们经过了谁的同意？你们非法囚禁！你喊什么？那你先喊的。你进到我的家，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你还对着我喊？那请你报警。那请你报警。你看这个屋，你知道吗？你进去看看，你进去来，看一眼，走。这里边以前干嘛？养花吗？这是？这是我放酒的，不可以吗？酒呢？酒我喝了呀。那里面有个床，一个人、啊。我就不能睡里面吗？我喜欢酒就不能跟酒住在一起吗？那裙子是你啊？裙子，喜欢穿裙子。你喜欢穿裙子吗？喜欢穿高跟鞋。遗传，这都是遗传吧？是。对呀，是遗传。你不行吗？没说不行，没说不行。因为现在涉及到了一起非常重要的命案，那我觉得你们也是明理人，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我们。我们先到2个房间，我们分别咨询一下你们一些问题。至于这个我们非法闯入的这个事情，我们向您先道个歉，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先把这个命案先解决一下。要么我们坐下来聊吧。条理非常清晰。来，你去那边，去那边等着。先一起问一个嘛，一起问一个嘛，先一起问一个。这大哥太凶了。曹阳光，我先看着他，不要乱动啊，不要乱动，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行。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哦，我就突然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就是那个什么阳光说的那个什么一锅粥吧？对，是的，对。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还让不让人和平安静的生活了？这栋大楼里面现在被你们搞的，你们去哪个地方是一锅粥？你们不知道吗？
已经乌烟瘴气了，你们还在笑，那不白送的吗？白送的还闲。前几个月，就因为那个剧场里面什么有人死掉了啊，你们就开始怀疑我儿子阳光，对吧？反正我想要的东西，最后总会得到。得不到就是想杀了他，是不是？那就不一定了。结果呢？事情解决了吗？放了。但你们知道这个后续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吗？我儿子在学校里面天天的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你们有没有当过父母？你们换个角度去考虑，你能感受那种切肤之痛吗？我要有这样的孩子，我早就亲手给他掐死了，知道吧？那你能理解别人的家长，你家孩子把别人家孩子囚禁了，这个事儿你觉得合适吗？不是1年2年，3年前。对呀。好，一个一个来。好，既然我坐到这儿，你们到底要问什么？你们说吧。首先，知道那个藤中介吧？藤中介，知道。这个是他给你扔在门口的吧？知道你们3年前的大秘密。啊，是的。3年前的啥秘密？藤中介现在死了。他死了？是啊。什么时候事儿？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是在29号凌晨1点半约我到他的房间，但是我去了，我又见到他了，我又没见到他，因为我只见到他一只脚。他躺在床上，我以为他要跟我说什么，结果我到了以后，他却说他累了，他不想谈了。我说你确定吗？我会反复的问他，他说我确定，我累了，我就回来了。你去和藤中介见面的时候，就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和平时不大一样，语气或者语调或者声音？没有，反正就是他的声音。对。那这个3年前的大秘密是啥呀？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好吧。我觉得他知道的秘密可能就是他知道了我把小静关在这儿。啊？是阳光囚禁的小静，不是他吗？是你。我关的。那是3年前的一天，具体是哪一天？看看。7月30号。对，那一天的时候是小金过来排练，但是他在来的路上被人打劫了。被人打劫了以后，他很害怕回去，就留在我们家住在了一晚。我跟阳光住在这个床，他在那个屋子，然后我就把他关在里面了，就这么简单。你为啥关呢？对啊，你把他关了的。对啊，你为啥关？我喜欢他还不行吗？你可太变态，人家一个女学生，喜欢儿子的女同学，关了3年。哎。你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比我们恶劣多了。你觉得那样一个环境那叫关吗？我好吃好喝的给他，还有花，还有床，人家连太阳都看不见，叔叔。你咋不住进去呢？你儿子是孩子，人家就不是孩子，人家就没有。小静也有父母啊。那他还有可能他是为自己的孩子开脱嘛？对，为儿子，对，都有可能。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孩子嘛。对。我都已经把这个谜底告诉你们了，你们还在推断什么呢？小静确实就是我囚禁的呀。你怎么囚禁了他呢？对啊，你没法约他出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呢？我们要看的是证据。是阳光约的小静，说咱们一块排练排练，然后就留在你们家不让走了。这个时候还替你儿子开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还顶罪呢。我没有为他开脱。阳光是不会知道我囚禁小静这件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跟你一块住了3年啊，这3年关在里边，我们竟然1天就发现了，他3年没发现。自打我的儿子阳光开始独立以后，我们就很少干涉对方的生活，而且这个门是封起来的。你看哭声啊，直挠墙啊。就你这个儿子，如果你再不把他关进去治一治，以后他能连你一块杀了。
我囚禁小静的时候，真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还不单单家里只有我跟我的儿子阳光，还有我那个养子月光，连他都不知道呢。哥，他在这儿呢。这个是月光吗？月光。不然你以为我们咋进来的？叔叔你好，叔叔你好。哎，不可能，他怎么能是曹月光呢？就是月光。对，这是我的，整容了。这个最近改头换面了啊。他有你家密码。所以这个房子我们有资格进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房子有曹妈妈的一份。等一下，你是哦，你的声音倒是很像。没错。这会儿不太像了。没错，就是我。没错，是我。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在这儿碰上你了，还钱。还钱。我们这个家族恩怨，我们后算。这是您的房间是吧？这是我的房间。您房间为什么会有丝巾？是谁的？我替他回答。平时小静喜欢戴，我就放在这儿，因为我喜欢小静，是不是很有道理？你们还在推理什么？我告诉你们答案了，相信我吧 ，believe。有女人的丝巾很正常，那是我老婆的，虽然她已经死了。叔叔，你先说说你这鞋怎么回事吧？这双鞋是你的吗？对，这双鞋是。去哪儿了？这是？对。这个就是我囚禁小静的时候留下来的吧？那个他那房间是粉饼洒在地上的。就床右下角，你看一下。是吧？是他。所以日常进出的肯定是他，至少他知道这件事儿。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觉得可以先问一下阳光。找他儿子吧。对。这个叔叔，我想离他远一点，我害怕。妈的，这个叔叔好吓人啊！来，兄弟们进来。哎的。客户铺，咱们几个把这个摄像头挡上。准备好了啊！现在打一顿，直接恶揍一顿，变态。冷静一点，冷静，冷静一点。你让我们怎么冷静？来吧，讲讲吧，这个是怎么想着把小静关那屋的呀？其实我觉得不算把她关起来吧，我只是把她保护起来了。保护起来？哦，那谁在伤害她呀？我不知道有谁在伤害她。那你保护她干嘛？你保个啥呀？没有啊，我只是把她放在了我的房间，然后把所有最漂亮的衣服、最好看的首饰都给她。我只希望她可以漂漂亮亮的，这样我就可以很开心。那你买个洋娃娃放那儿不是更好吗？洋娃娃？对啊。不一样啊，小静她是有生命的，会动，有思想的，会交流。妹，她是我的，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东西？哇，好变态。7月30号晚上，你看到小静被打劫，然后你决定把她接到家里。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我把她约到了我家，但是
他出现在我房间门口的时候是披头散发的，感觉刚经历过什么事情一样。他很着急地告诉我，他说他被别人打劫了，他那些玉石项链啊、玉石手镯呀等等这些东西，然后都被人抢走了。然后他问我能不能就是陪他再去现场看一看。其实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出现的。然后当时我就希望他可以先平静一会儿，然后我就假装的说去联系他的父母，但我并没有联系他的父母。然后我就把准备好的安眠药给他喝了，直接给人下药。我只是想让他好好睡一觉而已，因为感觉他受了很多惊吓。那为啥睡一觉起来也不放人走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我不希望他再那样受到伤害。所以你在外面可以承受危险？可以啊。那天你给他下完药，你就完了，你就在家待着了。对，那天我给他喝了安眠药，让他安静一会儿以后，第二天其实我忽然是看到了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在小树林，然后就是小静，她被人杀害了。因为可能是她的那些东西留在了现场，然后所以警方那个时候判定为是她死亡。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天时地利。天时。你在囚禁起来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后果？我只想保护他而已。你看小静现在的精神状态都是这样的，你觉得是保护他吗？但我觉得他很好啊，他一直每天穿最漂亮的衣服，戴最好看的首饰。只要知道他精神失常，他也很好。每天哭，每天叫，每天见了人就怕。听见他哭了吗？我没有听到他哭过。你分不清哭和笑吗？那你去给他送饭的时候，他不上来拥抱你一下，谢谢你是吧？没有啦，我会。他只要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安慰他，我会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不要让他出去。你没发现你越安慰他，哭得越厉害吗？我会让他好好休息的。他给小静下了药。你是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做的这个事情你是犯法的，你知道吗？我就对他这个事情已经无语了，就已经不知道咋说呢？那你准备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爸知道吗？他应该不知道吧？我是没有主动说过，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偶然间有发现，我们俩没有交流过这个事情。我们在隔壁或者其他楼层都听得到那个女生的哭声，难道你爸爸没有听到过？我不知道哎。那先不聊小静，咱聊聊滕中介。好，你认识吧？滕中介，我知道啊。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他是凌晨的30分。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会去找他？哦，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张纸条，然后滕中介写着他知道一些事情，然后让我0点30分的时候去找他，所以我就去了。你们聊了些啥？我当时夜里过去的时候，我首先刚开始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发现他不在里面，然后有一个里屋，然后我发现里屋亮着灯，我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他，我可能只能看到他的大概到腿部这里位置，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过来？你知道了什么？”然后他说他今天很累了，让我先回去，然后可能过几天再找我聊。其实我当时还是想继续问他的，因为我怕他知道了我和小静的事情，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有没有真正伤害他？我只是把他保护起来了，我也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然后我就走了。滕中介的声音和以往的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和滕中介本身也没有很熟。哎，对，郭八月，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一张真真的照片？跟他？对，你为什么要偷拍我们家真真？真真对啊，真真是他的女朋友。哦，彤彤啊？什么？彤彤，对，彤彤，在他的记忆里叫彤彤啊。因为我是前几天排练的时候，然后正好有看到他。我们上一次见面，你们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可是你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死了吗？我喜欢的那个人死了。你喜欢彤彤吗？我不喜欢他，因为你们说死了一个人，我竟然又见到了，我就很奇怪，然后我就顺手拍了一张照片。所以孩子啊，首先呢，你犯法了，
我们要代表法律制裁一下你。你这个就得上手了，他这个属于是真实互动吧？大家收住手啊！就曹家这个情况，我肯定会跟有关部门反映的，还是得让法律来制裁他们。是的，对。那要么我们接下来去餐厅讨论一下。各位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先请回吧，因为我不太习惯房间里有其他人的气味。你不喜欢房间里有人？你在说什么？走吧，那我们去餐厅讨论一下呗。走。哎，其实这个真的挺吓人的。瘆得慌。哎，非常难受啊，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来，是不是？大家讨论一下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吗？他门口的扑克牌我们还没解开呢。对。他那个扑克牌只有在房内才能搭。对。除非是下面那个网可以拆下来。你们不是说有液氮吗？液氮是不是可以把扑克牌固定住，然后再走啊？然后那个液氮化了之后就只剩下空的扑克牌，就会造成没有人出来过。液氮就是急速冷却。那个，但咱们现在化学打小没学好。它相当于被冰冻了一下嘛，你液氮已经固定好了，把它们连一块了啊，然后噗，就比如说这个是门，然后它这样子搭好了，它就可以开关，因为它粘在上面了。但是如果开关的时候，它的扑克牌难道不会动吗？不会，因为它粘在一块了。就扑克牌的边就是这样子卡在这个门上，然后它这样门就开关，它还是粘着的嘛。然后等它化了之后，它就这边分开了。对，明白。那它的意义是啥呢？就是让小何这个官方人员知道，让我觉得以前没有人。让他一打开门发现呀，这个扑克牌立在这，应该没有人，杀完人可以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嘛。他们家那墙上不是咱们几个，那下面不是你还发现了他们还有一个东西被撕了？还有一个海报没有了。哦，找到了一张纸，哦，这是应该是被撕了。我没看到它下面是不是贴的，可能就是这3个人当中的其中1到2个人，应该是在帮掩盖什么东西。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到底谁可能是杀害藤中介的凶手？哇，那今天这嫌疑人可多了，我天！9个嫌疑人啊，这样，那今天死者呢是我们藤中介嘛，对吧？嫌疑人按进去的顺序咱们写呗。来啊，郭、刘、周，然后柯，然后阳光、杨爸，这个最后一个是谁？凯啊，是吧？今天嫌疑人就这些嘛。没错啊。但是有个事情是，就是每个人我们都去过嘛，但是。打引号那个藤中介跟我们6个人都聊过3年前的事情，对，唯独就跟后面那3个都说我累了不聊了。我跟他说我来了，他就说他嗓子有点不舒服，让我接车回去。结果我到了以后，他就说他累了，他不想谈了。他说他今天很累了，让我先回去。就是他12点以后就开始对这3年的事不提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一段时间的监控被删掉了。对，0点05分到3点。然后据郝宝杰证词说，2点到2点15，他没有发现什么事儿。对，2点到的，2点15走的，消杀完还把垃圾收走了。2点到2点15，对啊，他过来收拾的卫生。被郝宝杰收走的是收了些哪些证据？收的是那些可以证实死了的人不是小静的。外面那个垃圾主要是为了制造那个密室，是吧？对。所以在2点15之后，因为郝宝杰打扫完了，他那个凶手把剩余的那些赃物再丢在那儿，才没有被收走嘛。但是他得先过去才能知道这个纸条的事啊。他收到的只有这么一个自己的纸条，他得是临时起意才要杀掉他。对，临时起意怎么会准备那么多眉粉什么那些东西呢？哎，等会儿，小票那个日期7月29，这些个作案工具都是12点之后买，凌晨12点是吧？对，变声器是29号才买的，那就之前就是真的藤中介。对，
我们都是28去的呀。对啊，咱们都28去的嘛。所以这个条可以排我们前面的6个人，是这个意思吗？排不了啊。可以把我们排走啊，这些东西29号才有。不，比如说可可，你听到秘密了，我12点之后回来，我现在要搞死你。所以把后面的那个监控给删了。对啊。如果我们这里边有嫌疑，唯一的最后一个谁去的？柯是吧？待多长时间？他20分钟。我以他同学的名义把他约到了小树林，抢了那3个玉。他犯罪，他抢劫他。不是，咱们好好盘着呢。而且你这个抢劫数额有点大呀，30多万，30多万被他拿了都。行为是你是抢的，我是误拿。比如说，咱现在先把柯无苦当做这个凶手的话，他23点完事儿，出门就买，买完就回来，回来直接就杀，成了呀。等一下，不，我就问你，如果是我们假设是我，好不好？好。我不知道这3个人的时间，你咋不知道？你也看了这个东西，进到这个房间了，你看到这张纸我怎么进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看过这个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看呢？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个，你明白吗？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看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扔的呢？好吧，确实你要玩这一套，确实。真是一锅粥啊！咱们也没比人家好到哪儿去。不是，事情是这样的，你看这2个是一包垃圾出来的嘛，那就是说，知道他后边要见谁的这个人，一定知道现在死的这个不是小静，而且他也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死的不是小静。但是我们都是不知道小静没死这件事儿的，所以我觉得是后边那3个人跟前面人没关系。是的，后面那3个人动机更强烈嘛。我是觉得凯的。因为他不像是这个，就有这个女孩没死的证据，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就是，滕荣介找凯来，但是呢，他没有说是一个什么证据证明凯杀人的这个事儿。你说那是对的，而且我觉得小凯如果是他行凶的话，他没必要把3个小时的监控全部都删掉了。可你觉得滕荣介声音奇怪吗？不奇怪，我听了正儿八经是他的声音。就后边这3个人里边，只有凯一个人说他的声音不对。他声音很奇怪，他就声音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那爷俩都没都说没有，很正常。滕荣介的声音和以往的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变声器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神奇。对，肯定是呆板。可能他想觉得那么神奇，但回来觉得不太行，所以我不太舒服，算了，就先不说了。可能是这么个东西。你们觉得阳光跟他爸爸的话谁更可信？其实该盘的是这2个人。我觉得是曹阳光，是像是他，我觉得是他，因为只有他杀的人，这个作案就后边这个后续的善后过程才时间比较够。对，包括删东西啊，包括改视频呐。他爸爸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鞋底踩的那个东西，别信他鬼话，什么去看小静什么那意思。我也不大信，因为里边又不是有土。就算如果真的是曹阳光杀的，他爸会顶罪，但是不是只有凶手能说谎？但是其实关起来小静的人就是曹阳光，但他爸一直在说谎。等一下，但是这个谎真的太多人可以说。当时飞老板就帮我弟说过谎。对。哎，那个短信是我回的，我29号那个嘛，对吧？人是我杀的。哦。因为刚才在你们审他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他说信息是他发的，图纸什么是他搞的。其实这些都是你发的呗，你意思？对。这种谎是很常见的，这是比如说你是亲戚或者家人。对，我为了保护你，我捋一下正常，他如果去的话，比如说曹阳光挂进去了，去了之后呢，就跟那个闹掰了，闹掰进去就给他弄死了，摁死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嘛，出来之后把这些东西就撕吧扔了，对，然后呢。或者没出来也行 ，OK， 在里面他一直在待着。他比如说在里面做一些事儿，然后正好他父亲来了，然后他父亲来了，没想到他就说你先走吧。他父亲一走，他就出去把这个扔了。这是他第一波扔垃圾，就是2点之前扔的嘛，然后就被收走了这一批。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比如说他是2点15之后买那批东西回来的时候，然后在房间准备要把后续的东西做善后，这个时候凯来了，凯来也告诉打发走了，最后用的什么液氮也好，这些东西也好。你说曹阳光自己出来了？对，我们假设曹阳光他真的是那个犯人的话，那你们都打不开那个里面的那扇门，他是怎么打开进去的？一脚踹开了是吧？踹开了吗？有个门别嘛。所以他又去买了一个门别。对。你们说起来，这个人怎么突然有点像我？是我干的，是吧？那我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他爸爸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买那个变声器，那他爸爸怎么会听不出来？他爸善后，儿子杀人，爸善后。你看老爹刚才那整个态度，就是擦屁股的一个态度。他就跟他爸就不藏着了呀。这2个人完全可以团体做。我最后觉得杀死滕中介的凶手是曹阳光，因为我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心思也非常缜密。这个曹阳光不择手段，有一些病态，非常极端。曹阳光打小家里这么溺爱，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的。我觉得曹爸爸应该是给他善后的那个人。凶手，我最后觉得更像是曹阳光。那为什么是曹阳光而不是曹爸爸呢？如果假设是曹爸爸的话，曹爸爸他是1点半来的，他把伪装密室的这么一些东西扔到了房间里面的垃圾桶里面，所以一定是他来不及把这个垃圾处理掉，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从时间来看，更紧急的其实应该是曹爸爸。所以我这边想留的是曹阳光，但是我改票了。我改一下，我现在觉得是曹爸爸。然后曹爸爸的动机的话呢，就是保护儿子。也是 ，OK， 就这样。今天我这个选择的投票方式比较特别，也是我第一次这样选择。我把这一票投给了2个人，我选择的凶手是曹阳光和曹爸爸。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案件，如果要进监狱，也应该是这2个人一起进监狱，所以我一定要把这2票投给这2个人，就是这2个人不能有一个跑的，如果要死，这2个必须要一起死，这2个就都不行。曹阳光这个，他这个东西，他不可能有这个脑子，他当下也不可能有那个理智去做这个密室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一个会杀了人，哭着去找爸爸告了个状，说爸，哎呀，我杀人了，你得帮我。爸爸回来之后帮他掩盖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密室，所以这2个人一起下地狱吧，来，谢谢。早上好，早上好。西红柿打卤面。来劲儿！哇，谢谢外甥。今天吃不完不准走。哇，谢谢您。请吃，各位。那个是谁的手机啊？我的呀。哎呦，嫂子给你打电话了，怎么我来吧，我来。来接公放。Hello， 嫂子，咋了？阿弟，是我才听说那个滕中介出事儿了。对。然后他也是我们洗脚城老顾客，他也带着那个生命体征检测仪。我可以去看一下他生命检测仪那个贴片，然后可以登录那个网站看一下他那个检测仪的情况。去拿一下，好，去拿一下。好嘞，还有啥事儿吗，嫂子？没事了，我去忙了。行，好嘞，拜拜。拜拜，嫂子，有空支持按钮。好，拜拜。拜。我去拿一下啊。好。刚才他说那个生命体征那个，就是也就证明他什么时候断气的时候，什么时候看咱写的想的对不对？就死亡时间嘛。死亡时间。哎，我来了！我找了好久，真的是滕中介的生命体征检测仪没找到，但是我在他床垫底下有这么个小盒子，编码吗？然后这是我物业拿来的电脑。来，谢谢，我们来查一下呗。
生命体征检测仪点开，输入编码940483，戳印。 0点40左右断的气哦。那就对了。对啊，就是曹阳光嘛。最后一次见他是凌晨的30分。哦，28号上午11点陷入昏迷。 11点就陷入昏迷了。啊，也就是说他早就被晕了。对，早就晕了。跟我们说话的人是谁呢？哦，是啊，你们跟谁说的话呢？你们不是说跟他交流了吗？去了之后，滕中介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忘记了3年前楼老师跳楼这件事儿？到这儿，滕中介说：“你看，你当时引导网暴进去之后还威胁我，要告诉我女朋友真真3年前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他知道我3年前的打劫这个事儿。他说他要把我这个3年前那个事情曝光掉。他就说我已经知道事情真相了，我要曝光你之类的，你要对你的付出责任。咱确定咱当时听见是滕中介说？应该是啊。哦。 科科，走了。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由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的沉浸式剧情体验真人秀，开始推理吧。这里是剧情复盘大厅。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恭喜大家完成了今天的推理任务。让我们举起手中的超好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干上一杯，高兴高兴！耶！ 这期感觉怎么样？这一期其实特别的特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在19年的时候都做错了很多事情。之前我们是找凶手，没想到这一期我们好像大家全是凶手，每个人都是凶手啊，都促成了这个惨案的发生。是的，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公布本期案件的真相。在今天的案件中，各位玩家发现的嫌疑人总共有9人，是白3碗、留下来、国包佑、柯无苦、周可可、宋漂亮、小凯、曹阳光、曹爸爸9人。经过推理，大家投票锁定的凶手为曹阳光，他总共获得5票。啊？5票，有1个人没投，有1个人投给了2个人。哦，所以那票算废了是吗？废了，废了。如你们所知的那样，锁凶成功，凶手是曹阳光。我差点又填他爸爸了。在本期案件中，大家忽略的决定性证据，就是在滕中介的床头的下面有一个生命体征记录仪的盒子。通过生命体征记录仪，大家可以查询到滕中介的死亡时间在凌晨0点40分。也就是曹阳光进入到滕中介家的时间。对，是，对。收到滕中介的纸条后，曹阳光一直非常不安。29号凌晨12点半，曹阳光准时赴约，他想试探下滕中介究竟知道了多少事情。刚一进门，滕中介就说自己身体不好，随时可能晕倒，就在卧室躺着不出来了。紧接着，滕中介直接揭穿了他囚禁小静3年的真相，并且严厉地谴责曹阳光的行为。之后，滕中介好似晕了过去，不再作声。曹阳光保留了3年的秘密被人陡然揭穿，气急败坏下，曹阳光用蛮力破坏滕中介卧室门，冲进去后直接捂死了滕中介。等滕中介死后，冷静下来的曹阳光盘算着要怎么脱身。此时他在滕中介床头看到了小静的照片，虎牙被滕中介圈了出来，还有一张老保安的留言。通过这2个证据可以证明3年前的小树林死者根本不是小静。然后曹阳光还看到了一个本子，纸张跟自己收到的小纸条一样，依稀辨认上面还有字迹。曹阳光用铅笔拓印后发现，原来滕中介连续约了9个人，在自己之后还约了2人。
自己必须在1点半之前完成伪装，并且利用后面的2个人来制造藤中介还活着的假象。根据藤中介家的结构，曹阳光想到了制造双重密室。反正藤中介自己也说最近身体很差，只要制造一个完美密室，应该可以混淆过去。曹阳光将小静照片、老保安的留言和自己拓印出来的留有藤中介约人信息的纸扔进了走廊垃圾桶，然后去便利店买了一系列工具。回到藤中介家后，曹阳光先用新买的插销笔替换了自己破门而入时破坏的卧室门插销笔，然后将卧室门关好，自己用变身器在卧室角落等着后面2个人来。但是他没想到下一个来的人是自己的父亲，震惊之下，曹阳光用藤中介的声音先让父亲回去。2点半，曹阳光也同样简单打发了小凯。之后曹阳光利用棉线上涂上磷粉，用棉线和哑铃自动回弹的衣柜门锁上了卧室门。在卧室门外利用小太阳将磷粉点燃，烧掉了棉线，制造了卧室密室状态。然后他将纸牌叠成塔状，用液氮将纸牌塔和门粘在一起。关门的时候，纸牌塔会自然被带到门后，等液氮挥发融化后，纸牌就会立在门内，造成门没有被开关过的假象。做完这一切，回到家的曹阳光向爸爸坦白了一切，并且声称自己已经做好了善后工作。请投票正确的玩家在身后领取你的金钥匙。这样吧，那个太多了，我们都站起来拿不方便，那个小柯帮我们拿一下。行，没错，可以，靠谱。要不让他给我们颁奖吧，好不好？这个是你的，来。哎呦，好，来，谢谢。上面写名了吧？谢谢柯五谷。刘，白妹。那我们就当着酷的面来。好，可以。柯宇当时怎么想着填2个人的名字啊？我知道这个人是那个阳光杀的，最主要想投他2个人的点是因为这2个人在同样知情的情况下把那个女孩关了3年。哦，对，关了3年。对，其实他们2个真的是一半的，就是这一点我接受不了。就让他俩一起罪有应得，对不对？对，有包庇嫌疑，反正他也有罪嘛。然后今天应该是目前我们经历过嫌疑人最多的一个案件。对，所以我们还是掌声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艾老师来帮我们分析、讲述。大家好。你好。马老师好，这个案件破完，我觉得我们都有罪，都不是无辜的我们。那咱们就来逐个的稍微的分析，大家都做了什么，看看都属于哪一类的犯罪还是违法。就您判一下我们，赶紧判一下我们。那咱们从谁？柯五谷。为什么从我开始啊？您这也重大罪行，你这是。对，我们也就过嘴瘾，你可真上手啊，你可是。都应该知道，像他的这种行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应该是属于抢劫罪。那么抢劫罪啊，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并且呢要处以罚金、没收财产。因此，抢劫呢，它是一个重罪，我们大家其实都十分的清楚。我有个问题啊，马老师，就是像柯五谷那种情况，他不是最后抢了那些东西吗？但最后他因为一个车祸，但其实东西他也没有拿到自己手上去卖，被别人拿走了。那像柯五谷这种追诉他的赔偿的时候，该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像这种赔偿呢，其实他如果在刑事上给他定罪的话，被他所拿走的这个30万的值钱的东西啊，是不是属于所谓的赃物？如果属于赃物，它就不是一个赔的问题，而是要对赃物进行追赃。明白了。那么3晚呢，你们发生了这个车祸，对，所以啊，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涉及到2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虽然是他撞你，但是在责任没有分清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是你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明白明白。第二种，你偷偷的拿走了这个包，这就是典型的盗窃行为。OK。所以呢，你涉及到2个罪，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一个呢就是盗窃的行为。那我就来跟你说，如果是盗窃罪的话，数额特别巨大的时候，30万，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或者呢是无期徒刑，甚至呢要处以罚金，并且没收你的财产。那么咱们来说说姑娘的事儿。由于你在网上散布了这些消息，对她呢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对。所以你的行为呢，属于我们所说的诽谤罪。也就是你捏造了一些事实，导致对他人产生了伤害。那么我们来说说诽谤罪如果情节严重的话，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位？我是什么呢？我是自己去 P 图，然后呢去在网上发布，去诬陷别人。如果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你还是提供 P 过的图，就会构成伪证罪。我的是之前就是周可可偷拍别人的隐私，然后把那个隐私被别人的那种爆料号然后爆出去。你的这种行为呢，它涉及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调查个人信息，这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因为你没有权利来做这件事儿。对，所以呢，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你如果在网上进一步暴露对方的身份，又出现了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不良影响的结果的时候，你又构成了侵犯公民信息罪。如果情节严重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时候，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所有的犯罪其实呢，都给你们年轻人带来的是一个特别不值当的一个结果。像我买这些隐私然后爆出去的那个八妹，她是该怎么量刑的呢？那么像八妹的行为跟你刚才的这个定罪量刑呢是类似的，也都是出售对方的隐私的行为。明白了。那么咱们最后还剩下郭包佑了。其实呢，你的行为并不是想把他给害死。是。这个老太太有什么病你还记得吗？阿尔茨海默。对，她有阿尔茨海默症，她以为是她的女儿回来了，对，所以在追逐当中摔倒而死亡。你的行为构成了过失杀人罪。我都到杀人这算过失杀人。他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觉得错误是难免的，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和度。犯罪和错误有本质的不同。对，因为你要知道，失去自由，在监狱里待着，真不是一个特别让我们能够体会人生的一个过程。是，明白了。好的。对，所以我们来掌声谢谢我们的马爱老师帮我们分析。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好，开始推理吧，我们下周见。在腾中介房间和6位玩家对话的人到底是谁？如果玩家们对不起的人是娄老师，那鲍姐和娄老师又有什么关系？鲍姐是因为娄老师才要向玩家复仇的吗？8名有罪之人受邀来到小岛上，他们都曾犯下过谋杀之罪。接下来，所有人相继在小岛上死去。有罪之人，暴力、谎言、嫉妒、贪婪、窥私、冲动，就我们是有罪之人嘛？每个人都跳楼自杀过，他们是为了娄老师报仇诱导我们6人去自杀，一步一步的在把我们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上。隐藏在大家之中的复仇者用假死的方式脱身。我们6个人当中有个人没死过，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
要搞死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做了相应的对的事儿，只有他，你怎么证明你有罪？哦，好可怕！能证明留下来的人全死了。你莫名其妙往我身上栽这个位置，没有人能逃得了干系。所以你就是 emo。对，我就要搞死你。海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快来 get 玩家们超爱的有优质生牛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 11号越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刷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Zake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之余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